2023年上半年，中国的 GDP 增速为5.5%，二季度增长6.3%，含金量较高。这个增幅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处于一枝独秀的水平，足见在全球经济大环境较差的情况下，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对于中国经济这份成绩单，国际媒体有何评价？下阶段国家在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方面有哪些政策安排？来看深圳卫视驻京记者从国家发改委记者会发来的报道。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5%，明显快于去年3%的经济增速，也快于一季度4.5%的经济增速。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经济增速明显快于世界上主要发达经济体，彰显出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韧性。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59万303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5%，比第一季度加快1.0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5%，二季度增长6.3%。18号，国家发改委召开7月份例行记者会，在场媒体高度关注新出炉的中国经济半年成绩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金贤东介绍，今年以来，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国民经济恢复向好，发展质量稳步提高，经济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同时也要看到，当前的话，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相对偏弱，基础设施和消费环境有待提升的问题仍然存在。解决这些问题，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消费的重点的发力方向。发改委指出，将抓紧制定出台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政策，围绕稳定大宗消费、促进汽车消费和电子产品消费、拓展农村消费、优化消费环境等方面，出台一批务实管用的政策举措，并推动尽快落地见效。对于中国能否实现全年5%左右的增速目标，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司副司长李慧表示，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推动经济整体好转的积极因素在不断积累。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加快落地见效，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协同发力，各项政策接续推出，我们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推动经济结构持续向优，增长动能持续增强，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于翔对深圳卫视分析称，中国经济正处于刚刚从疫情低谷走出回归长期增长趋势的阶段，也正处于爬坡过程。在此过程中，既有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也有不少压力和困难。在目前整个国内外的这样一个形势的大的这个形势，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基调这样不变的这个前提的话，我们来预测的话，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可能会在这个今年3季度触底，在4季度有个明显的一个回升。那么全年下来，中国经济实现5%左右的这样一个预期增长目标，我个人觉得是应该问题不大。于翔认为，目前中国经济仍然面临一些挑战。首先，个人可支配收入、消费支出以及资产价格增速较慢。其次，目前来看，实际利率水平仍然较高，导致企业融资意愿降低。此外，如何进一步激活地方经济的发展动能，也是制定政策时需要考虑的问题。深圳卫视注意到，虽然中国 GDP 第二季度6.3%的增速已是8个季度以来的最高值，但一些境外媒体却表示不如预期。然而，在查阅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统计数据后，深圳卫视对比发现，中国6.3%的增速实际上处于一枝独秀的水平。根据各国官方统计数据，今年一季度美国 GDP 修正后的增长率为2%，欧元区国家为1.3%，日本为1.9%，同为金砖机制国家的巴西为4%。目前这些经济体尚未发布第二季度的情况，但分析普遍认为，即使出现反弹，也不大可能出现超过3%的增幅。这意味着全球主要经济体仍然复苏乏力，二季度 GDP 增速大概率最高只有中国的一半。
其中一些发达经济体仍处于亮红灯的状态。以英国为例，今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英国经济将在今年萎缩0.6%，是7国集团成员的最差水平。知名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最新发布的报告预测，今年全球 GDP 增速可能放缓至2.9%，并在2024年继续保持低迷。该机构注意到，在美联储多轮强势加息后，美国总体通胀水平持续下降，但美国的核心通胀率却创1983年来新高，不排除未来继续加息，但这将进一步打击全球经济复苏的金融根基。摩根士丹利认为，未来经济的亮点可能将聚焦于中国。虽然全球经济低迷造成的需求不足对中国企业造成较大影响，但随着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或将达到5.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预计，中国今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1/3左右。深圳卫视注意到，近期访华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北京强调，美方不寻求脱钩断链，无意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愿同中方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共识，在稳定宏观经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加强合作，寻求美中经济互利双赢。中国经济应该是能够实现5%左右的这样一个增长目标，而这个增长目标，我们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经济的这个环境来看的话，5%的这个增速还是非常的快。此外呢，考虑到这个中国经济巨大体量在这个2023年这样一个持续快速增长，那么对世界经济，尤其对这个其他国家都是巨大的这个利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关注了中国政府提振经济的措施，指出中国央行已经降低了一些关键利率，多地政府也相继出台了刺激消费的举措，这样的措施将持续释放。14号，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强调，应对超预期挑战和变化，中国仍有充足的政策空间，并驳斥了中国经济陷入通缩的论调。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应该看到中国经济数据的积极一面。随着消费者重返餐馆，中国上半年餐饮消费额增长了21.4%，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工业产出有所增长。上半年电动汽车销量也同比增长了35%。外界也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能够进一步出台刺激经济的政策，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更多信心。第一个就是还是我们要保持我们的政策耐心和政策定力，因为所有的政策落地实施以及见效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们还要继续保持我们的这个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这样一个主基调，不发生转向。同时呢，要继续用足我们的这个已经出台这些政策的政策空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鼓励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这样它的这个生产、经营、投资的这样一个信心跟热情。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昨天，习近平主席会见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希望他为两国关系行稳致远而发挥重要作用。那您怎么看这次会见呢？主持人好，习近平要杜特尔特在中菲两国合作发挥作用，是因为现在的马克思政府呢对华政策走偏了，影响到这个中菲两国的正常交往。杜特尔特此前当上总统以后，立即改善对华关系，撕碎前任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中菲关系呢快速的好转，南海和平得以保证。而马克思上台以后，虽然呢是中方今年接待的首位外国元首，但马克思很快改变对华政策，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站到了美国一方，不仅强化了美菲军事合作，还重启非法的南海仲裁案，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来制约中国。和平的南海呢又开始起风现浪了。那么在中菲关系趋于紧张之际，习近平会见这位前总统，就是要设法扭转中菲关系，要杜特尔特等过来人呀发挥作用，推动中菲关系行稳致远，与邻为善，合作共赢，以亲诚惠容来建设亚洲大家庭，不能让冷战阴影这个覆盖了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南海国家。这亚太地区呢是全球持续发展的这个繁荣高地，可不能让阵营对抗毁了大好前程。中国经济半年报出来了，中外解读有所不同。那您怎么看中国经济的变化趋势呢？对于中国经济半年报，这个中外的评估呢，的确是有所不同。主要的不同是，外国强调的是这个经济增长不如预期，而中国则强调要客观全面看待经济发展态势。既要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率与世界主要大国相比仍然是比较高的这一事实，
又要看到稳增长依然任务繁重，要拿出更有效的政策刺激消费，提高经济质量，改善就业环境。中国人呢，对自身的经济比老外呢要显得更乐观一些。首先呢，我们比较一下世界主要经济大国的增长率，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看到中国经济的宏观形势。各国统计数据都证明，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仍然是主要经济体中比较快的，达到了5.5%，为全球经济发展呢提供了主要的支撑。其次呢，从经济结构感上看，经济增长由去年的以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转为今年以消费和投资拉动为主。上半年呢，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70%，服务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这两个明显上升，意味着经济结构调整呢还是很有成效的。在此呢，这个创新驱动转变发展方式，新动能持续增长。上半年呢，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了12.5%，整体空气质量保持比较好的水平。特别呢是大飞机 C919 投入运营，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电动车独领风骚，成为创新驱动经济转型的这个标志。第四呢，日益复杂恶化的国际环境使得中国外贸承受更多的压力，全世界的贸易增速呢实际上都出现了回落，这呢也影响到了这个中国的出口，这个货物进出口额呀同比只增长了2.1%。第五呢是就业问题仍然比较严峻，特别呢是年轻人的就业问题。这半年报显示呀，这个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短期内呢也要向扩张性的增长转变，还面临诸多的风险挑战，需要我们呢这个更好的发挥政策的合力，在转方式、调结构、这个增动能上下更大的功夫，这个持续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呢是在保民生、扩大就业上要有更新锐的举措。好的，谢谢陈先生。